男人只是在派对上无意中撞到一名女孩，却让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彻底改变。女孩的美丽如同绽放的樱花，让人惊艳，而这也深深吸引住了男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部结局让人意想不到的悬疑影片《蛇蝎情人》，又名《梦中情人》。尼克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建筑设计师，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公司，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帅气又多金的男人，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是有了裂痕，因为妻子在外和他人有染。无法接受的尼克还是选择了和妻子离婚。尼克的3个好友为他恢复单身的日子送来了祝福，因为他们都清楚尼克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会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就连他的好友金姐也感到遗憾。虽然他已经和一旁的阿杰已经成婚，可他还是调侃到当初尼克怎么没看上自己。而另一位好友诺曼虽然也是单身，但是他自由自在的性格并不向往婚姻，善于交际的诺曼身边并不缺女孩，他一而再三的表示要给尼克介绍女友。虽然尼克表示婉拒，可在诺曼的生日派对上，尼克还是遇到了诺曼给自己介绍的女孩。可这并不是尼克所想要的，两人在纠缠之间，尼克却无意中撞到了另一个女孩劳拉。而这次的意外邂逅让尼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梦中情人，可还没等尼克反应过来，劳拉已然离开。说巧不巧的是，两人很快又在超市相遇。劳拉为自己在派对上的不礼貌感到抱歉，当时的她在派对上想要吸引一个画家的注意，因为欣赏画家的才华，没想到却因为尼克的一撞毁掉了自己的裙子，所以当时的她才会大发脾气。不过事后劳拉才冷静下来，而这次尼克主动鼓起勇气相约劳拉就餐，尼克才了解到劳拉原本是个销售副总，本可以拿下总经理位置的她遭遇了职场潜规则，因为没有答应上司的要求，自己却被上面随便找了个理由所开除。而行业的圈子太小，上司动用一些关系让他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才选择来到这里生活。听完劳拉的遭遇，尼克不禁感到心疼，为此尼克还亲自送劳拉回了家。至此一别后，尼克便发现自己已经沦陷了进去。他开始向自己的好友诺曼打听女孩的信息，可诺曼却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劳拉，自己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是谁带他来到了自己的生日派对。没办法，尼克只能来到了劳拉所住的地方蹲点，可他却发现劳拉和一名男子有着亲密的举动，这让尼克心中顿时有些失落。不过为了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尼克还是打算亲自上门探望。劳拉表示男子和自己只是朋友关系，他也看得出来尼克喜欢自己。 I like you。 劳拉的直白让两人迅速坠入了情网，当晚两人便沦陷了进去。不久后，两人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切就像在做梦一般。尼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遇到了梦中情人，两人在婚后愈下一女，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在某次餐厅就餐时，一位陌生老者似乎认出了劳拉，可他却呼喊劳拉为倩倩，而劳拉也解释到劳者认错了人。一脸疑惑的劳者难以置信，在劳拉的解释下，劳者才相信自己确实认错了。可认错人这样的现象也很正常，当时的尼克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正是因为这一点，尼克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那就是劳拉经常在家的时候打电话给某人，每次等尼克回到家中时，他便选择匆匆挂断。虽然劳拉解释到是在舞蹈班上认识的女孩黛比，两人因为性格爱好相投，所以很是聊得来。可男人的第六感告诉尼克事情有些不对劲，为此他甚至去请教了自己已婚的朋友阿杰。阿杰告诉尼克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某些事情的暗示意味着他的直觉是对的。不过在阿杰看来，自己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大家都是如此。阿杰的话让尼克感到有些担忧，而接下来的一些暗示让尼克更加坐立不安，因为自己的一位客户提到自己所读的学校正是和劳拉同一所。虽然两人不在同一届，可客户并没有听说劳拉这个人。不过两人没有交集也算正常。可自己的客户提到当时在学校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情，那就是学生会的主席在演讲时因为心脏病发身亡。学校所有人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于是回到家中的尼克便故意向劳拉提起这件事。劳拉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他却误认为学生会的主席病发身亡是最近发生的，而不是在当时的学校。劳拉的谎言让尼克更加的匪夷所思。此时尼克根本不清楚眼前的妻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尼克并没有当场揭穿劳拉，为了搞清楚这件事，尼克决定私自去调查。他来到了劳拉出生的小镇，尼克带着劳拉的照片询问附近的人，而一位叫巴迪的男子似乎认识劳拉。原来劳拉的真名就叫倩倩，而他一直就想找个有钱人。对于尼克的到来，他并不感到好奇，不过他还是劝尼克尽早远离他。在他的口中，尼克还打听到了劳拉父母的居住地，劳拉的父母却一眼便认出了尼克。原来劳拉和自己的父母一直有着书信来往，可劳拉却声称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并不友好，从小在没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甚至遭到父母的拳打脚踢，以至于后来他和家里断绝了来往。可尼克看到劳拉父母一脸的慈祥，并不像劳拉所说。面对这件事，劳拉承认自己确实撒了谎，因为她不想住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小镇，更不愿被自己的父母安排嫁给芭比，过着这样平凡的一生。于是她便选择改名换姓，远离了那里。虽然爱慕虚荣，尼克能够理解，可劳拉对自己撒谎让尼克心中无法释怀。劳拉解释到自己也想早日告诉尼克，可他却始终开不了口，因为他害怕会失去尼克。深陷在劳拉美色中的尼克还是决定给他一次机会。尼克希望这就是所有事情的真相，他希望劳拉不要对自己还有所隐瞒。这件事便至此告一段落。两人过了几年平静的幸福生活，还育下了另一个孩子。
然而尼克却发现劳拉仍然每天都在和那个名叫黛比的女孩在通话。黛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可以让劳拉如此上心？这让尼克隐隐察觉到不对劲。更有意思的是，尼克发现自己新招来的助理竟然是劳拉的朋友，因为在婚礼上出现过，所以尼克有些印象。然而助理却告诉尼克自己并不认识劳拉，他只是被劳拉雇来的临时演员。尼克简直不敢相信，他请来了两人当面对质。而劳拉解释道，原来在多年前的一场派对上，他便偶遇了尼克，那时他自己就喜欢上了尼克。可当时的尼克已经结婚成家，这件事便不了了之。后来他通过诺曼的一个朋友打听到尼克离了婚，所以当时在诺曼的生日派对上，他并不是为了接近画家，而正是为了接近尼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于对尼克的喜欢。然而这种做法却让尼克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不过尼克在朋友阿杰的劝说下，尼克试着去接受这一事实，因为没有谁是完美的。他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自己的事业上。然而妻子一份信用卡账单被寄到了公司，上面全是去了某个酒店的消费记录，这让尼克意识到妻子对自己不忠。他也终于明白，妻子每天神秘打电话的人也许正是第三者。因为和黛比通话这件事，尼克多次和自己的妻子劳拉对峙，可最终都因为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因为尼克每次打过去，对面都没有回应，只能对着答录机留言。劳拉还责怪尼克整日疑神疑鬼。有了这份账单的尼克心中气愤不已，他直接奔家而去。眼看事情败露，劳拉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害怕和担忧。面对尼克的质问，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件事，甚至对尼克那方面做出了嘲讽，这让尼克顿时怒火中烧，并且劳拉告诉尼克自己在婚前就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让尼克更加气愤的是，也许两个孩子是谁的都不清楚，对方究竟是谁，孩子又是谁的，劳拉却表示自己不会告诉尼克。尼克再也无法忍受对劳拉动了手，心中意难平的尼克想到此事必定和诺曼有关，可尼克却没有找到诺曼去了何处。当他返回家中时，劳拉的心理医生却来到此处，表示要评估尼克的精神状态，这让尼克更加气愤不已，想要赶走医生。没想到劳拉早已选择了报警，警员迅速制服了尼克，而劳拉脸上的伤痕让尼克一脸的疑惑，自己明明只是轻轻打了他，此时他还不清楚劳拉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尼克因为精神状态有问题被警方拘留，而此时的尼克终于明白，劳拉在陷害自己就是为了夺走自己的一切。这一刻他筹谋已久，为此尼克找来了自己的律师为自己辩护，而劳拉的心理医生却声称尼克精神状态有问题，时常伴有家暴的倾向。因为劳拉曾多次找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伤痕。劳拉告诉医生是自己的丈夫尼克所为。听到此话的尼克赶紧辩解劳拉在诬陷自己，因为当时的尼克还疑惑劳拉身上为何突然有伤痕，劳拉却解释是自己不小心碰到。尼克那时还没当回事，没想到他竟筹谋已久，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尼克只好如实向法官交代，是劳拉伪造了身份接近自己，他甚至在外面游览，想要夺取自己的财产，并且他有一项重要的证据，那就是信用卡账单的酒店消费记录。可劳拉却谎称自己用这张卡没几次就丢失了，酒店的经理可以作证自己没有去过那里。为了掩盖自己在外游览的事实，劳拉甚至找来了演员，声称自己正是舞蹈班的黛比。而作为尼克的朋友诺曼也被请来此处，因为尼克怀疑第三者正是诺曼，并且他和劳拉一起策划了这件事，那就是要拿走自己的财产。可诺曼却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自己去那家酒店还是4年半前的事情了。所有的人证和物证都指向尼克有了幻觉，就连法官也认为尼克确实有着精神问题。此时的尼克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所谓的审判。You have no idea who you're dealing with. She lies to me, and she tells a different lie to you. I'd be happy to take a polygraph test. You're fucking right she'd take it. She'd pass too. Some fucking machine. She is a machine. Mr. Reardon. I'm a machine. You married me. I married you, and I loved you, and you're fucking killing me. 劳拉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让尼克当场气炸。然而刚刚冲动的行为让法官更加坚定尼克的精神确实有问题。最终尼克被劳拉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尼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落了这么个下场。然而一位病友的话却点醒了尼克。Family makes you crazy, and friends ease the pain. Right, John? Yeah,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That's what. 尼克半夜起来偷偷打电话给了自己好友金姐，金姐来到了医院探望尼克，尼克却告诉金姐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终于明白第三者究竟是谁了。此人并不是诺曼，正是金姐的丈夫阿杰。因为尼克在问阿杰关于感情上的事情，面对不忠这种行为，他却看得轻薄寡淡，说明他自己正有这种行为，也就意味着他早和劳拉就有着不正当的关系。在得知尼克离婚后，为了谋取钱财，他便让劳拉接近自己。能够想到将自己逼疯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办法的人，只能是阿杰，因为阿杰的父亲正是用了这样的办法，将自己的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这一点也得到了金姐的证实，那就是阿杰背着自己在国外偷偷买了一栋别墅。因为金姐知道丈夫阿杰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当金姐发现时，阿杰谎称是投资赚来的，
此时两人才明白这是阿杰和劳拉跑路的好去处。为了拯救尼克，金姐和尼克上演了一出好戏，那就是金姐打电话谎称自己在医院看望尼克时，她嘴中一直神神叨叨地表示劳拉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明情况的劳拉很快便来到了医院看望尼克。看到尼克呆头呆脑的样子，劳拉以为尼克真的被逼疯了。在看管人员的陪同下，劳拉带着尼克来到了院内散心。可劳拉浑然不知尼克早已用钱收买了自己的病友。在看管人员监管时，尼克的病友突然出现捣乱，让看管人员无心顾暇尼克。因为此时的尼克乖巧的像个孩子，他便前往了制止。可此时的劳拉还浑然不知道自己即将遭遇什么。尼克此时也不再掩饰，直接揭穿了他和阿杰这一切的计划。可劳拉却仍旧一副你奈我何的嘴脸，因为根本没人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并且劳拉还表示阿杰将会成为下一个尼克。没想到阿杰也是被利用的一颗棋子。此时一副圣者姿态的劳拉还浑然不知自己大难临头。尼克告诉劳拉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单独和一个精神病人在一起。看着眼前的蛇蝎美人，尼克已经没有了任何留恋，他瞬间掐住了劳拉的脖子。尼克告诉劳拉，精神病人如果意外伤人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届时尼克只要配合治疗，1年后进行重新评估精神状态，很快他便可以出院。劳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终究是作茧自缚。尼克亲自结束了劳拉这邪恶的一生。